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探討一個極度核心，甚至可能關係到人類未來命運的議題。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有一項發明，一旦誕生之後，人類就再也不需要發明任何東西了。這聽起來是一個完美的烏托邦，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終結呢？最近在牛津大學辯論社，一場聚集了頂尖科學家、哲學家與經濟學家的世紀辯論，正是在討論這個命題。通用人工智慧，也就是 AGI， 會不會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項偉大的發明？這絕對不僅僅是科技圈的熱門話題，它更是我們人類邁向下一個演化階段的關鍵分水嶺。在今天的解析中，我們會帶領大家走過一趟完整的邏輯推演。首先，我們會界定 AGI 的精確定義。接着，我們會探討正方為什麼堅信機器將成為最後的發明家，然後再切換視角，看看反方論述中那個不可取代的人類元素。之後，我會把 AGI 放到人類漫長的歷史創新軌跡中進行對比。最後，我們會一起梳理這些理論對我們每個人的實際影響。重點來了，我們進入第一部分，先來確立AGI 的精確定義，通用人工智慧到底是什麼？在我們深入探討它會不會毀滅人類或者拯救世界之前，我們必須先弄清楚我們到底在談論什麼。所謂的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慧，它和我們現在手機裡常用的語音助理，或是幫忙算數學的基礎機器人完全不同。我們目前使用的屬於狹義人工智慧，只能專注做好單一任務。但是 AGI 是一個具有高度自主行動能力的系統。在真實的科技環境中，自主行動意味着你只要給它一個大方向的目標，它就能自己規劃步驟，自己去尋找資源，甚至自己排除障礙。它不僅能夠學習和推理，更關鍵的是，它可以在廣泛的認知工作上表現得和人類一樣好，甚至完全超越人類。大家可以想象一個超級大腦，它能同時具備頂尖工程師的邏輯、專業醫師的診斷能力，以及資深律師的分析能力，對吧？並且它懂得觸類旁通，還能自我迭代。這就是 AGI 所代表的典範轉移。接着來到第二部分，我們來看看正方的核心觀點。AGI 將成為人類跨越認知瓶頸的最後的發明家。如果機器能繞過人腦的極限，理論上它就能自動化整個發明過程。正方提出了一個非常震撼的觀點，他們的邏輯很清晰，人類幾千年來的創新其實都受限於大腦的運算能力與生理極限。如果今天有一個系統能直接繞過這個瓶頸，它就能完全取代人類的認知勞動。支撐這個觀點的背後是極其巨大的經濟誘因。根據高盛集團的數據預測，未來將有到達3億個全職工作職位面臨被自動化取代的壓力。3億這個數字背後代表的是天文數字等級的商業利益。這正是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無數的風險投資基金以及各大科技巨頭正瘋狂地把數百億美元砸進這個領域。因為 AI 產業存在着一種贏者全拿的極端特性，誰先開發出真正的 AGI， 誰就能壟斷未來的生產力。當一個系統能夠24小時全年無休，並且以極低的成本取代人類勞動力，這種市場競爭的推力是絕對無法阻擋的。正方進一步描繪了所謂智慧爆炸的過程。科學發明其實是一套標準的流程，首先界定問題，接着產生假設，然後進行測試與評估，最後根據結果持續修正。人類做這件事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中途還需要吃飯和休息。但是 AGI 可以同時平行執行幾百萬次實驗，完全不會疲倦。不過，其實最可怕的是第4個步驟，也就是第一回事的自我完善。它會自己寫程式，找出自己系統中的弱點，升級自己的架構，然後用更聰明的大腦去進行下一波發明。每一次迭代的速度都會比上一次更快，呈現指數級別的躍升。到那個時候，人類在發明這件事上就會徹底被邊緣化了。
這種急速成長的發展軌跡也引發了人工智慧安全社群極大的擔憂。知名專家艾里舍·尤德科夫斯基曾經提出一個非常嚴厲的警告，他認為如果有人建造了 AGI， 所有人都會面臨毀滅。我在這裡保持中立客觀的立場來拆解這句話，這反映的是一種深層的生存危機感。他們的擔憂在於，當我們創造出一個能力呈現超指數級別增長、擁有強大自主能力的系統，而我們卻無法確保它的目標與人類利益完全一致時，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風險。一旦這個具備超級智力的實體失控，它可能不會像電影裡那樣派出終結者，而是透過操縱金融市場、干預基礎設施來達到它的目的，而我們人類根本沒有能力去阻止它。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第3部分，我們來聽聽反方的觀點：機器無法取代的人類元素。我們要來看看理論與現實落地之間的巨大鴻溝。當正方把 AGI 描繪得無所不能時，反方果斷地把我們拉回了現實。我們必須認清理論上的強大與現實世界中的落地應用，往往存在着極大的落差。辯論雙方在這裡產生了激烈的交鋒。正方主張 AGI 可以自動化所有的創新過程，但反方敏銳地指出 AGI 嚴重缺乏對物理世界的常識以及所謂的隱性知識。舉個最直接的例子，現在最先進的人工智慧可以用極其流暢且專業的語言跟你探討量子力學的深奧理論，甚至即時翻譯成拉丁文。但是如果你要求他走進一個陌生的廚房，把餐桌清理乾淨，然後把碗盤放進洗碗機裡，他根本辦不到。現實世界物理環境的混亂與複雜度，其實遠遠超乎了單純的邏輯運算。牛津大學的卡爾·貝內迪克·夫雷教授非常精準地拆解了這些現實阻礙。他提到，真正的創新從來就不是在電腦裡跑出一個完美的數據模型而已。創新包含了許多無法被寫成程式碼的隱性知識。什麼是隱性知識呢？就像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工廠廠長，他光聽機器的運轉聲音就知道哪裡出了問題。這種沒有寫在任何操作手冊裡的實務經驗，就是隱性知識。除此之外，你需要應付各國錯綜複雜的法律與監管框架，你也需要實踐去執行物理世界中的臨床試驗。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像是建立一條完整的半導體供應鏈，這需要大量的人際協調與實體物理執行力。這些完全都是目前機器的盲區。在牛津辯論會現場，有一位發言者提出了一個深度的哲學反擊。他提到，發明並非暴力的發現過程，它是一種連結。發明的根源其實是愛。大家只需體會這句話背後的邏輯，其實非常堅實。機器可以擁有無限的算力，但它沒有動機。萊特兄弟想飛上天空，是因為他們對天空有渴望。科學家想治癒疾病，是因為他們對生命有熱愛與悲憫。我們人類提供了那個為什麼，包含了我們的意圖、我們的目標、我們對改善現狀的渴望。這些才是引導 AI 強大運算能力的真正方向盤。如果沒有人類的意圖去啟動它， AGI 就只是一堆處於休眠狀態的伺服器而已。我們繼續聊下去。第4部分，歷史創新軌跡與 AGI 的對比。我們要探討，這是不是下一個改變軌跡的重大拐點？為了讓大家有更宏觀的視角，我現在幫大家把時間軸拉長。如果我們把 AGI 放在人類漫長的科技演進歷史中來看，我們會得到完全不同的啟發。在生物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間斷平衡，意思是發展軌跡在大部分時間裡都是緩慢平穩的，但偶爾會出現劇烈的節點，永遠改變演化方向。人類的科技史也是如此。從340萬年前我們祖先敲打出第一塊石器，15世紀印刷術的普及，18世紀的工業革命，一直到今天的人工智慧時代，每一次的技術突破都在重塑我們的未來，並且引發巨大的社會結構轉變。歷史規律證明 ，AGI 不會是我們故事的終點，它只是下一個改變我們發展軌跡的重大拐點，是一個超級強大的工具，準備帶領我們進入下一個階段。我們從實務案例來看，結論非常明確，人類加上 AI 的組合永遠大於單純只有 AI 獨立運作，這是一個互相放大的過程。
辯論中特別提到 AlphaFold 系統加速了藥物發現的過程，但它並沒有讓科學家失業。相反地，它賦能了科學家，讓他們能專注在更進階的病理研究上。AI 正在弭平各種技能落差，讓不懂寫程式的人也能創造軟體，讓普通人也能發揮創意。從歷史的規律來看， AI 一直以來都在強化人類的能動性，而不是抹除我們的價值。事實真的就是這樣。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來到第5部分，這對我們的實際影響。這些理論爭辯在現實中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我們前面談了正反兩方的深度論述，也回顧了歷史規律，但對於正在吸收這些知識的你來說，這意味着什麼呢？我們必須把焦點從好萊塢科幻電影裡的末日場景移開，回到現實。我們真正該擔心的威脅，其實是經濟上的壟斷與階級的固化。當 AGI 成為全世紀最強大的認知資源時，誰有權利設定它的規則？我們面臨的真實風險是，少數幾家掌握着無數算力與資本的科技巨頭，壟斷了發明與創新的特權。他們可能會形成一種極端堅固的技術壁壘，把普通大眾排除在經濟價值創造的體系之外，導致貧富差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大。這才是我們迫切需要面對的挑戰。我们来拆解一下2種截然不同的科技發展路線。第一種路線，我們把 AI 定位為輔助型智慧，它的角色是人類的終極工具。這會帶來的結果是創新的民主化，讓每個人都能運用它來解決問題。但是另一種路線，也就是走向完全自主的代理人。如果我們一味追求開發這樣的系統，讓它成為一個獨立行動的實體，那麼結果就可能走向完全取代人類的經濟價值。我們現在正處於這2條路線的分岔路口。科技應該是用來放大人類能力的，而不是用來取代我們存在的意義。這完全取決於我們現在所做出的設計選擇與制度規範。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第一， AGI 絕對不是人類創新的死胡同，而是我們下一個演化階段的高階工具。第二，現實世界的物理複雜性與隱性知識依然絕對需要我們人類的參與和協調。第三，我們必須高度警惕科技壟斷，積極捍衛每個人使用科技、參與創新的能動性。當 AI 變得越來越強大，我們絕對不該退縮。你該問自己的不是它會不會取代你，而是擁有 AGI 這個終極槓桿之後，你能創造出什麼？請不要被那些末日預言剝奪了你對自身的信心。只要你還保有解決問題的渴望，人類的創新就永遠不會終結。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科技始終是放大人性渴望的工具。AGI 的強大在於極致的運算能力，但創新的真正靈魂依然在於人類的意圖與愛。面對未知的發展，我們不該被末日焦慮吞噬，而應警惕資本壟斷，主動掌握這項工具去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成為引導科技走向的掌舵者。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